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新技术可视化与帕金森病相关的有毒蛋白质簇。据爱尔兰观察家报报道，科学家开发出突破性技术帕金森病聚集体高级感知 ASA-PD， 首次利用超灵敏荧光显微镜成功观察到大脑中引发帕金森病的微小毒性蛋白簇 alpha 突触核蛋白寡聚体。这些仅有纳米级的蛋白团块被认为比已知的路易体更具破坏性，它们会逐步杀死负责产生多巴胺的黑质区神经细胞。与传统只能检测到较大蛋白团块不同，新技术能在疾病早期阶段捕捉到这些隐形杀手，为理解帕金森病从神经退化到运动障碍、认知衰退乃至精神病症状的完整演变路径提供了关键证据。值得注意的是，帕金森病患者中 90% 以上属于病因不明的特发性病例。这项技术能否揭开疾病起源的谜团？神经科学专家认为，精确可视化毒性蛋白簇将彻底改变早期诊断策略，有望在症状出现前5到10年实施干预，并为开发能靶向清除这些微小聚集体的新型药物铺平道路，最终可能将这种不可逆的进行性疾病转变为可控的慢性病。人工智能推动中国科技股上涨，阿里巴巴股价上涨 116%。据纽约时报报道， AI 浪潮正重塑中国科技股格局。阿里巴巴凭借激进的人工智能战略，在2025年股价累计飙升超 116%， 创4年新高。2月24日，阿里巴巴 CEO 吴永明宣布，未来3年投入超3800亿元建设云和 AI 基础设施，这一数字超过过去10年总和，创下中国民企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投资记录。财报显示，阿里云商业化收入重回双位数增长， 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6季度保持3位数增长。与苹果合作为中国 iPhone 用户开发 AI 功能的消息更令股价单日暴涨超 10%。对比2021年股价腰斩的至暗时刻，如今阿里巴巴正从零售主导向 AI 创新战略转型。吴永明判断，这将是几十年一遇的变革。华尔街分析师纷纷调高评级，这场 AI 驱动的估值重构是否标志着中国科技股真正走出寒冬？科技投资专家指出，阿里的3800亿豪赌本质上是压住通用人工智能 AGI 时代。若成功实现 AI 完成 80% 人类工作的目标，云计算市场将诞生全球最大产业，而率先完成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头将占据不可撼动的生态位优势。特朗普的军事讲话引发了对威权主义和美国宪法的担忧。据国家杂志报道，10月1日，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召集数百名美军高级将领参加罕见集会，讲话内容引发威权主义争议。特朗普在演讲中提到将民主党控制的城市作为军队的训练场，并强调要对付内部敌人。赫格塞斯则宣布国防部时代已结束，将机构改名为战争部，称其唯一目的是战斗。这场被国防官员形容为代价高昂且危险的集会，要求最高军事指挥官放下职责，聆听漫无边际的咆哮，与宪法规定的文官控制军队原则形成鲜明对比。分析人士指出，这是特朗普2025年军事部署策略的延续，不是应对真正紧急情况，而是压制异议，宣示联邦权力。对比历史上威权政府将军队政治化的惯用手段，这场讲话向军方传递的信息格外令人不安。它将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根基产生什么长远侵蚀？宪法学者警告，当最高统帅公开谈论将军队用于国内政治目的时，已经跨越了危险红线。历史表明，这种言论会逐步侵蚀军队的政治中立性，最终可能导致军事力量成为党派工具。这正是开国元勋们在宪法中极力防范的场景。Perplexity 推出免费 Comet 浏览器，挑战 Google。据 CNBC 报道， AI 搜索初创公司 Perplexity 于10月2日宣布，其人工智能浏览器 Comet 向全球用户免费开放。这款原本定价$200每月的高端产品突然转向免费策略，直接挑战谷歌 Chrome 和传统搜索引擎的霸主地位。Comet 浏览器集成了个人助理功能，
能自动搜索网页、组织标签、起草电子邮件、协助购物等。付费 Max 用户还可使用后台助手功能，实现更深度的 AI 交互。这一激进定价策略背后，是 Perplexity 从7月仅面向订阅用户内测到全面免费开放的快速转变，显示出其抢占市场份额的迫切决心。值得注意的是 ，Comet 发布后立即遭遇安全专家警告，指出存在 Comet jacking 等潜在风险，但这并未阻挡 Perplexity 的扩张野心。在谷歌垄断浏览器市场多年的背景下，一个 AI 驱动的免费浏览器能否撼动搜索巨头建立的生态壁垒？互联网分析师认为 ，Perplexity 的免费策略是典型的烧钱换增长模式，其真正目标是通过 AI 浏览器收集海量用户行为数据，训练更强大的模型，并建立新的流量入口。若成功，将重构搜索浏览的商业逻辑。但前提是必须在资金耗尽前获得足够市场份额。5. 英国太空司令部负责人称，俄罗斯每周都会袭击英国军事卫星。据卫报报道，英国太空司令部负责人保罗·泰德曼少将10月3日接受 BBC 采访时披露，俄罗斯正以每周1次的频率对英国军事卫星实施干扰和跟踪行动。泰德曼表示，俄方活动已从偶发演变为持续性、蓄意性和日益激进的攻击模式，不仅试图通过电子干扰使英国仅有的6颗专用军事通信与侦察卫星失效，还部署影子卫星进行近距离监视。这种太空对抗行为与普京派遣军舰频繁穿越英吉利海峡的挑衅策略如出一辙。值得警惕的是，9月英美刚完成首次太空协同卫星机动演习，以应对俄罗斯威胁，但俄方攻击强度不降反升。对比冷战时期主要依赖地面设施的军事对抗，如今太空已成为新战场前沿，英国关键军事通信系统每周遭受攻击，这将对北约联盟的太空安全战略产生什么连锁冲击？国防分析师警告，俄罗斯的灰色地带太空战术旨在测试北约红线干扰卫星不造成物理损毁，难以触发第5条款集体防御机制，但持续攻击将瘫痪西方军事情报网络。若英国无法有效反制，可能引发太空军备竞赛升级，最终导致各国竞相部署反卫星武器。6. 最高法院允许向以色列出口 F-35部件，政府将决定是否发放许可证。据荷兰 NRC 报道，荷兰最高法院10月3日推翻了上诉法院关于禁止向以色列出口 F-35战斗机部件的裁决，但要求政府在6周内重新评估出口许可证，以确认是否存在明显违反国际法的严重风险。这一判决戏剧性地逆转了2024年2月上诉法院因加沙战争人道主义危机而下达的禁令。当时法院认定荷兰出口 F-35零部件存在明显的国际法违规风险。然而最高法院认为，下级法院未充分考虑美国作为 F-35项目主导方的替代供应能力，以及荷兰单方面禁运是否真正能减少人道风险。荷兰政府辩护律师此前曾一意孤行地主张禁令毫无意义，因为美国无论如何都会交付零件。这种消极态度在欧洲国家中格外孤立。对比德国、比利时等国已暂停对以军售，荷兰在道义与盟友压力之间左右为难。重新评估后的许可决定将对欧盟武器出口政策的统一性造成什么撕裂？国际法专家指出，这一判决实质上将责任推回给政府，要求其权衡3重压力：国内民间组织的诉讼、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战争罪的调查，以及美国作为北约核心盟友的施压。最终决定将成为检验小国在大国博弈中是否还有独立外交空间的试金石。7. 丹麦情报部门负责人警告称，丹麦面临俄罗斯的混合战争。据瑞典电视台报道，丹麦国防情报局局长托马斯·阿伦基尔10月3日发布威胁评估报告，警告俄罗斯正对丹麦发动混合战争，针对军事设施的破坏风险已升至高度级别。过去1周内，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多次迫使丹麦机场关闭，并在军事基地上空盘旋。阿伦基尔明确指出，这是俄罗斯利用军事力量恐吓丹麦，并迫使其放弃执行波罗的海航运规则的策略。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10月1日在哥本哈根 EU 峰会上疾呼，欧洲正处于俄罗斯发动的混合战争中心。
但他却刻意回避直接点名俄罗斯。这种暧昧立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谨慎回应俄方挑衅的主张形成鲜明对比。情报机构此前曾预测俄罗斯可能在5年内做好与欧洲全面开战的准备，如今无人机袭击频率剧增证实了这一判断。对比冷战结束后北欧长达30年的和平红利期，丹麦民众如今疯狂囤积应急物资，重新思考个人安全。这种从安逸到恐慌的集体心态转变，将对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产生什么深远催化作用？安全战略学者认为，俄罗斯选择丹麦作为混合战争试验场有双重考量：一是测试北约对非传统军事威胁的反应阈值；二是惩罚丹麦作为 EU 轮值主席国，强化波罗的海制裁执法的立场。若西方国家继续各自为政，缺乏统一反制机制，将鼓励莫斯科将这套灰色地带战术复制到更多前沿国家。8. 世界各地的鸟类使用共同的警报声来呼叫朝寄生虫，揭示了语言进化的见解。据对话杂志报道，康奈尔大学领导的国际研究团队10月3日在《自然生态与进化》发表突破性研究，发现分布于不同大陆、经历数百万年独立进化的20多种鸟类，竟然会发出惊人相似的呜咽声来警告同伴朝寄生鸟类接近。这种被称为习得性先天声音意义关联的现象，是科学界首次在动物王国中发现的跨物种学习性共同语言。研究团队通过多大陆的模型展示和声音回放实验证实，即使从未遭遇过寄生鸟的物种，听到这种警报声也会本能产生防御反应，就像黄莺听到 C 的警报会立即飞回巢穴紧贴保护卵一样。对比人类语言中妈妈、妈妈等词汇在全球不同文化中的惊人相似性，鸟类这种跨越地理隔离和物种分化的通用警报语言，为理解语言如何从先天生物学基础与后天社会学习中共同演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物模型。这种自然选择驱动的语言收敛进化，是否暗示着智能生物在面对共同威胁时会不可避免地发展出相似的沟通系统？进化生物学家认为，鸟类对朝寄生者的共同警报系统证明了功能塑造形式的进化规律。当不同物种面临相同的生存压力，杜鹃等寄生鸟每年摧毁数百万个巢，自然选择会驱使它们独立演化出功能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发现挑战了语言起源必须依赖复杂认知能力的传统观点，表明简单的声音意义配对就能在动物界广泛传播并跨代保留。9. 火星和木星探测器观测星际彗星 3I Atlas。 据 space1.com 报道，2025年7月1日，智利 Atlas 望远镜首次发现的星际彗星 3I Atlas 正在引发太阳系内史无前例的多探测器联合观测行动。10月3日，欧空局火星快车号和火星微量气体轨道器在彗星最接近火星时刻成功捕获其图像。这颗来自银河系深处的神秘访客以277万英里距离掠过地球，展现出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的泪滴状尘埃碱特征。作为人类历史上仅发现的第3颗星际天体，前2颗为2017年的奥莫莫和2019年的鲍里索夫彗星。3I Atlas 的双曲线轨道证实其不受太阳引力束缚，携带着太阳系外恒星系统的原始物质信息。11月，欧空局木星冰月探测器 JUICE 将在彗星通过近日点后的最活跃期进行观测，利用相机、光谱仪和粒子传感器分析其化学成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 3I Atlas 速度高达每秒24公里，任何地球发射的追踪探测器都无法追上，人类只能依靠这些恰好位于其轨道沿线的火星和木星任务进行守株待兔式观测。这颗承载着银河系其他角落秘密的流浪者，能否揭示太阳系外行星系统的物质构成与生命可能性？天体物理学家指出，3I Atlas 的化学分析将首次让人类直接检验星际物质均质性假说，如果其成分与太阳系彗星显著不同，将证明不同恒星系统的行星形成环境存在根本差异，若相似，则暗示银河系中生命所需的基本化学物质可能普遍存在，这对评估外星生命概率具有革命性意义。10. 西班牙将通过宪法保护堕胎权。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10月3日宣布，政府将推动宪法修正案，
将堕胎权写入宪法，以应对全球范围内对生育自由的攻击。这一提案在马德里市政厅本周推出所谓堕胎后综合征宣传活动后迅速出台。该宣传由右翼人民党控制的市政府发起，旨在向寻求堕胎的女性灌输负罪感，引发左翼联合政府的强烈反弹。若修正案通过，西班牙将成为继法国2024年3月后全球第2个将堕胎权写入宪法的国家。这与美国最高法院2022年推翻罗素韦德案，导致多州重新禁止堕胎的趋势形成鲜明对比。西班牙1985年将堕胎合法化，2010年扩大至孕14周内自由选择，但保守势力近年持续施压，要求收紧法律并强制未成年人需父母陪同就诊。桑切斯政府此举本质上是通过提高修宪门槛，需议会2/3多数来构筑防御性法律壁垒，防止右翼政党未来执政时废除堕胎权。在全球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西班牙这一激进立法尝试能否在天主教传统深厚的南欧国家获得足够政治支持？性别政治学者分析，西班牙的宪法保护策略反映了欧洲左翼政府的深层焦虑。在美国保守派成功逆转生育权利后，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纷纷将反堕胎议程纳入政治纲领，通过宪法设置超级所，成为捍卫已有权利的最后防线。但这也可能激化社会分裂，引发长期的宪法对抗。11. 人工智能预测新型抗生素如何治疗炎症性肠病。据 Medical Express 报道，麦克马斯特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团队10月3日宣布，利用生成式 AI 成功开发出针对炎症性肠病的翟普抗生素常洛林 Enterolin。更令人震惊的是 ，AI 在实验验证前就精准预测了该药物的作用机制。研究人员从超过1万个候选分子中筛选出常洛林。这种药物能选择性杀灭与克罗恩病等 IBD 相关的肠杆菌科病原菌，同时完好保留有益肠道菌群，解决了传统广谱抗生素杀敌1000、自损800的致命缺陷。MIT 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发的 AI 模型不仅预测了常洛林会破坏细菌细胞膜的脂质双层结构，还准确指出其攻击靶点为细菌膜蛋白复合体。这一预测随后在实验室中被完全证实。对比传统药物研发需要5到10年的作用机制研究周期， AI 将这一过程压缩至数月，彻底颠覆了抗生素发现流程。在全球抗生素耐药性危机加剧， IBD 患者突破800万且无根治方案的背景下，这种 AI 预言加实验验证的新范式，能否开启精准靶向治疗的医学革命？药物研发专家认为， AI 预测药物机制的成功标志着从试错驱动向计算驱动的范式转变，未来可用于快速定制针对特定病原体或代谢通路的精准药物。但关键挑战在于临床试验中人体肠道微生态的复杂性远超计算模型，需要长期随访验证翟普抗生素是否会引发未预见的菌群失衡。12. 维尔茨堡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用于检测流感病毒的口香糖测试。嚼口香糖测试通过释放百里香味来检测流感。据巴伐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维尔茨堡大学、布伦瑞克和科隆研究团队10月2日在 ACS 中心科学发表突破性研究，开发出通过味觉诊断流感的分子传感器。只需咀嚼口香糖或含服棒棒糖，感染者舌头上就会释放出百里香主要风味化合物百里酚的浓烈草本味。这种由药学教授洛伦茨·麦内尔领导的创新检测方式，彻底颠覆了 PCR 核酸检测耗时数小时、快速抗原测试需鼻咽采样的传统模式。更关键的是，它能在症状出现前就捕捉到病毒。传感器通过特异性识别流感病毒表面的神经氨酸酶蛋白，触发化学反应释放百里酚，整个检测过程不到5分钟，且无需任何设备。对比 COVID-19 疫情期间全球检测能力严重不足，导致病毒失控传播的惨痛教训，这种成本仅几美分、可大规模分发的可食用传感器，为下一次流感大流行提供了理想的早期筛查工具。麦内尔强调，这项技术的战略意义在于让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流行病监测点，但舌头味觉的主观性和个体差异会不会成为这种低技术方案的阿喀琉斯之踵？公共卫生专家指出，
味觉检测的真正价值在于超低成本和零门槛，无需医疗基础设施就能在学校、工厂、机场等高密度场所实现每日自查，但必须建立标准化的味觉阳性判定标准，并开发配套的移动应用程序收集数据，才能将分散的个人检测转化为实时疫情监控网络。13 Repairome 目录揭示了对抗癌症耐药性的 DNA 修复机制。据国家报英文版报道，国际研究团队10月2日在《自然》杂志发布人类首个完整的 DNA 修复组 Repairome 目录，系统分析了2万种由基因缺陷导致的 DNA 修复疤痕特征图谱，为破解癌症耐药性这一肿瘤治疗最大难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分子地图。研究人员通过逐个敲除人类基因，并分析 DNA 双链断裂修复模式，发现每个基因缺陷都会留下独特的修复指纹。这些指纹可以精准预测肿瘤对特定化疗药物或靶向治疗的耐药风险。传统肿瘤治疗最大困境在于，癌细胞会通过增强 DNA 修复能力来抵消放化疗造成的基因损伤，导致治疗初期有效，但随后迅速复发。Repairome 目录首次让医生能在治疗前就识别患者肿瘤的修复机制软肋，实现因修复缺陷失智的精准医疗。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资源已揭示 PARP 抑制剂在 BRCA 突变乳腺癌中获得成功的深层机制，并预测了数百种潜在的合成致死组合及2个基因同时失活会致癌细胞死亡，但不伤正常细胞。在全球每年超过1000万癌症患者面临耐药复发的严峻现实下，这份 DNA 修复罗塞塔石碑能否开启癌症治疗从毒杀肿瘤到精准破坏修复系统的战略转型？肿瘤学专家认为 Repairome 的革命性在于将癌症耐药从黑箱变为可预测、可干预的系统工程，未来可通过患者肿瘤活检匹配修复疤痕特征，动态调整用药方案以封堵癌细胞的逃逸路径。但挑战在于肿瘤抑制性单个肿瘤内不同细胞亚群可能携带不同修复缺陷，需要开发多靶点联合治疗策略才能真正根除耐药。14首次大象疱疹病毒疫苗试验证明其安全性和有效性。据 Medical News 网报道，萨里大学领导的国际团队10月3日在《自然》通讯发表突破性研究，全球首个针对大象内皮适性疱疹病毒 EVE 的疫苗试验证明其安全且能激发强效免疫反应。这种病毒是导致幼年亚洲象死亡的头号杀手，感染后致死率高达 80%， 患病小象会在48小时内因内脏出血和器官衰竭迅速死亡。从2021年在切斯特动物园首次给大象接种开始，3头成年象接受2阶段疫苗接种后均未出现不良反应。血液分析显示，疫苗成功激活了 T 细胞介导的免疫应答，这正是对抗疱疹病毒的关键防御机制。研究团队创新性地开发了现场干扰素释放检测技术，克服了大象血样运输会导致免疫信号丢失的难题。对比过去20年，全球圈养亚洲象种群因 EVE 损失超过100头幼象，且野生种群仅剩不到5万头的严峻现实，这一疫苗被视为拯救濒危物种的最后希望。值得注意的是，EVE病毒广泛存在于健康成年象体内，但不发病，却会在应激或免疫力低下时突然爆发致幼象死亡。这种潜伏激活机制的疫苗能否真正阻断病毒在象群中的致死性传播？野生动物保护专家指出，EVE疫苗的成功不仅关乎物种存续，更可能为其他濒危动物的疱疹病毒疫苗研发提供范本。但关键挑战在于如何在野外环境中实施大规模免疫接种。亚洲象分散在13个国家的栖息地，需要兽医团队深入丛林追踪象群，并进行2次间隔数周的注射，这在技术和资金上都极具挑战性。15 Z 世代在全球范围内抗议腐败和不平等。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10月初一场由 Z 世代主导的反腐败浪潮席卷全球，从尼泊尔加德满都到摩洛哥拉巴特，从马达加斯加塔纳纳利佛到印尼雅加达，年轻人利用社交媒体组织大规模街头抗议，对政府腐败、经济不平等和社会服务资金不足发出愤怒呐喊。尼泊尔的抗议最为血腥，警方向示威者开枪，导致至少72人死亡。愤怒的民众焚烧政府建筑和政治领袖住宅。
出发点是政府禁用社交媒体平台，但深层矛盾是长期积累的不平等、腐败和裙带关系。印尼学生和年轻工人走上街头抗议裁员和税收增加，给普拉博沃总统施加巨大压力。这波抗议潮的共同特征是 Z 世代熟练运用 TikTok、Instagram 等数字工具，绕过传统媒体审查，实现跨国界的抗议策略共享与动员。与2011年阿拉伯之春依赖 Facebook 的模式形成代际演进对比。分析人士指出，从肯尼亚到孟加拉国， Z 世代正以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度重塑全球政治版图，他们不再接受父辈对威权和腐败的妥协态度。这场由数字原住民发起的全球性觉醒运动，会否演变成21世纪版的1968年青年革命？社会学家认为 ，Z 世代抗议潮的根源在于全球化承诺的破灭。这代人成长于经济停滞、气候危机和疫情创伤中，目睹精英阶层财富暴增，而自己面临失业和通胀。社交媒体让他们意识到这是系统性而非个人问题。但最大风险是，各国政府可能采取更严厉的网络审查和镇压手段，将合理诉求推向激进化。16. 捷克选民在为期2天的大选中选出新政府。据美联社报道，捷克共和国10月3日至4日举行为期2天的议会选举，选民将选出200名众议院议员，并决定国家未来走向。民调显示，亿万富翁、前总理安德烈·巴比什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 ANO 将获得最多选票，但无法单独组阁。这引发了捷克可能改变对乌克兰坚定支持立场的担忧。巴比什曾公开质疑对乌军援，主张与俄罗斯恢复经济联系。其政治倾向与匈牙利奥尔班、斯洛伐克菲佐等亲俄领导人高度一致。若执政，将威胁进一步撕裂欧盟和北约内部团结。现任总理佩特菲亚拉领导的中右翼联盟政府过去4年坚定支持乌克兰，接收了超过40万乌克兰难民，并提供大量军事援助。但国内选民更关注高通胀、能源价格飙升和生活成本危机。对比2021年，巴比什因灌炒腐败丑闻和潘多拉文件离岸账户曝光而下台，如今他利用民众对经济困境的不满卷土重来。民调支持率领先近10个百分点。值得警惕的是，预测有6到7个政党进入议会。极度碎片化的政治格局可能导致漫长的阻隔谈判和政治不稳定。在乌克兰战争进入关键阶段的背景下，捷克这个北约前沿国家的政策转向，将对中欧地区的安全架构产生什么多米诺骨牌效应？地缘政治分析师警告，巴比什若成功阻隔，捷克将成为继匈牙利、斯洛伐克后第3个在对俄立场上叛变的中欧国家。这不仅会削弱欧盟对乌制裁的一致性，任何成员国都有否决权，更可能鼓励德国、法国等西欧大国内部的疲劳派主张与俄和谈，最终导致乌克兰在谈判桌上被迫接受领土损失。17. OpenAI 的 Sora 视频生成应用登上 App Store 榜首。据 CNBC 报道， OpenAI 推出的 AI 视频生成应用 Sora 在发布仅2天后，于10月3日冲上苹果 App Store 免费榜首，超越谷歌 Gemini 和自家 ChatGPT， 成为全球下载量最高的应用。这款基于 Sora 2模型的应用能将文字提示转化为配有同步对话和音效的超逼真短视频。用户还可以混剪他人作品并发布到类似 TikTok 的共享信息流。值得注意的是， Sora 采用邀请制且需付费$200每月订阅，但仍以惊人速度超越了所有竞品对比 ChatGPT 当年第2天登顶， Gemini 第6名，微软 Copilot 第19名的成绩。 Sora 的爆发力格外惊人。然而这一成功立即引发版权争议，用户利用 Sora 大量生成马里奥、皮卡丘等受版权保护角色的视频。NBC 指出，这些输出物可能侵犯任天堂和宝可梦公司知识产权。对比2023年12月首版 Sora 仅限内测时的谨慎态度， OpenAI 如今激进开放的策略，是自信于技术突破，还是被竞争压力逼入版权雷区？ AI 伦理专家警告， Sora 的病毒式传播暴露出生成式 AI 监管的真空地带，该模型在数百万视频上训练，但未披露数据来源。若被证实使用受版权保护的影视作品训练，可能面临好莱坞制片厂集体诉讼，
最终迫使整个行业建立类似音乐行业的版权授权机制，这将从根本上改变 AI 公司的商业模式。18. 杰夫·贝佐斯计划建设太空数据中心和超音速旅行。据意大利共和报报道，亚马逊创始人兼 Blue Origin 老板杰夫·贝佐斯10月3日在意大利科技周峰会上预测，未来10至20年内将在太空轨道建成1000兆瓦级数据中心，利用不间断太阳能和太空自然冷却环境，最终在成本和效率上全面超越地球设施。贝佐斯强调 ，AI 驱动的算力需求正以指数级增长，地球上的能源和冷却限制已成为瓶颈，而太空环境可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太阳能发电和接近绝对0度的辐射冷却。他同时透露 ，Blue Origin 刚与卢森堡宣布绿洲计划 Project Oasis， 将绘制月球资源图，以支持本地月表供电、先进太空制造和清洁能源系统。对比马斯克 SpaceX 聚焦火星殖民的宏大叙事，贝佐斯选择了更务实的近地轨道商业化路线，将太空基础设施作为地球数字经济的延伸而非替代。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单个数据中心功耗已达数百兆瓦，微软、谷歌等科技巨头正因能源短缺推迟扩建计划。贝佐斯的太空数据中心能否在 AI 军备竞赛白热化前及时建成并重塑云计算格局？航天经济学家指出，太空数据中心的可行性取决于发射成本能否降至每公斤$100以下。当前 Starship 已接近这一目标，但挑战在于如何解决数据传输延迟、地球到近地轨道往返约50毫秒和太空辐射对芯片的损害。若成功，将催生全新的轨道云计算产业，但失败则会让贝佐斯重蹈太空旅游项目投入巨大却商业化缓慢的覆辙。19. 罗马尼亚总统尼库索尔丹报告俄罗斯干预罗马尼亚选举的情况。据罗马尼亚 Hotnews 报道，新任总统尼库索尔丹10月3日公开表示，罗马尼亚当局已掌握俄罗斯介入2024年被废止总统选举的确凿证据，估计极右翼候选人卡林乔治斯库从俄方获得约2000万欧元黑钱资助。这一表态证实了去年12月宪法法院以俄罗斯干预为由，史无前例废除首轮选举结果的决定。当时亲俄、反北约的乔治斯库意外领先。情报机构解密报告显示，俄方通过 TikTok 和 Telegram 进行大规模影响力操作。2025年5月重新举行的选举中，亲欧盟的丹击败乔治斯库当选。但后者及其支持者持续指控选举被外国势力操纵，并策划抗议活动。对比2024年底欧盟多国遭遇的虚假信息攻击浪潮，罗马尼亚成为首个因外国干预而废除全国大选的北约成员国，开创了极具争议的先例。宪法法院5月裁定新选举结果有效后，极右翼指责政府双重标准，为何同样的外国干预指控在对己不利时就被接受？这场撕裂罗马尼亚社会的选举风波，将对欧盟如何应对未来类似干预案例设立什么样的危险范例？选举安全专家指出，罗马尼亚案例揭示了数字时代民主的致命悖论：若不废除被操纵的选举结果，则纵容外国颠覆；但废除选举又会被指控为司法政变并授人以柄，破坏选举公信力。最根本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实时监测社交媒体影响力操作的 AI 系统，并在选举前而非选后进行干预，但这有可能演变为政府审查言论的工具。20. 丹麦研究人员发现南极洲与格陵兰岛的气候变化影响相似，引发海平面上升担忧。据 phys.org 报道，丹麦地质调查局研究团队10月3日发布惊人发现，南极洲冰盖正经历与格陵兰岛相似的快速融化模式。这意味着全球海平面上升速度可能远超此前预测。研究显示，格陵兰冰盖目前以每小时9亿升的速度融化，已进入不可逆融化临界点，即便立即停止碳排放，也将不可避免地造成1到2米海平面上升。如今，南极洲西部冰盖也出现了相同的不稳定迹象，温暖海水从冰架底部侵蚀，表面融水湖泊激增，冰川滑动速度加快。这些曾被认为是北极特有的现象，正在地球另一端重演。对比2100年此前预测，格陵兰和南极共同贡献1米海平面上升，若两极冰盖同步崩解，这一数字可能飙升至2米甚至更高。
到2300年累计上升可达5米。值得警惕的是，格陵兰冰盖仅占全球冰储量的 8%， 而南极洲占 58%， 一旦南极进入不可逆融化，后果将是格陵兰的7倍。这种双极共振的灾难性协同效应，将对沿海城市和岛国的生存构成什么样的存亡威胁？气候科学家警告，南极与北极的融化协同标志着地球气候系统进入正反馈失控阶段，冰盖融化降低地表反照率，导致更多太阳能被吸收，从而加速融化。这一自我强化循环一旦启动就无法逆转，即使全球立即实现碳中和，海平面也将持续上升数百年，迫使数十亿沿海居民最终面临迁徙。21. 首例人体通用血型肾脏移植。据《自然》杂志报道，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研究团队10月2日完成人类首例通用血型肾脏移植，利用特制酶成功将 A 型血肾脏转化为可匹配所有血型的 O 型通用器官。这一突破性手术在一名脑死亡受体上验证了技术可行性。研究人员使用 UBC 开发的 FP-GANAC 和 FP-galactosaminidase 两种酶，在常温灌注系统中仅需4小时就能剥离肾脏表面的 A 型抗原，使其具备 O 型血的隐形特征。传统器官移植最大瓶颈在于血型匹配 ，O 型血者只能接受 O 型器官，但可捐给任何人。AB 型可接受任何器官，但只能捐给 AB 型。这种不对称导致 O 型血患者平均等待时间比其他血型长 30%到50%。对比目前全球每年仅完成10万例肾移植，但有200万患者在等待名单上。通用血型转换技术若推广，将使可用器官数量理论上增加 40%。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技术最早在2022年猪肾脏上验证成功，如今首次人体应用证明酶处理不会损害肾功能。移植后器官在受体体内正常运作数日，这种分子魔术般的血型改造，能否最终破解器官短缺这一移植医学的终极困境？移植免疫学专家指出，通用血型器官的真正价值在于打破血型歧视。当所有器官都能转化为 O 型，匹配算法将简化为组织相容性和紧急程度排序，大幅缩短等待时间，并减少等待期间的死亡。但技术挑战在于确保酶处理的长期安全性，需要10年以上临床跟踪验证转化后的器官不会引发免疫排斥或功能衰退。22. 应美国政府要求，苹果下架反 ICE 应用。据商业内幕报道，苹果公司10月3日在特朗普政府司法部施压下，从 App Store 移除了 ICE Block 及其他类似应用。这些应用允许用户匿名报告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特工的位置，以帮助非法移民躲避逮捕。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向福克斯新闻宣称，我们今天联系苹果，要求移除 ICE Block 应用，苹果照做了。他指控这些应用旨在让 ICE 特工仅因执行公务就面临危险。ICE Block 创始人约书亚·亚伦反驳称，他开发应用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驱逐行动让人想起纳粹德国的事件，强烈要求苹果恢复上架。对比苹果2024年因政府要求从 App Store 下架的1700多个应用中，超过1300个来自中国，171个来自俄罗斯。此次美国本土政府首次大规模要求移除政治敏感应用，标志着苹果在威权政府审查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妥协底线进一步后退。更讽刺的是，苹果曾在2019年因香港抗议者使用类似追踪警察的应用 HKmap Live 而下架，如今这一中国模式正在美国本土复制。在特朗普第2任期加大移民执法、ICE 突击搜捕行动激增的背景下，科技公司对政府审查要求的快速屈服，将对数字时代公民抗议权和隐私权构成什么样的寒蝉效应？数字权利活动家警告，ICE Block 下架开创了危险先例，政府以保护执法人员为由审查公民监督工具，本质上是剥夺弱势群体的自卫手段。若这一逻辑延伸，未来任何追踪警察、记录执法不当的应用都可能被禁，最终将公民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推向极端。科技巨头需建立独立审查机制，而非无条件服从政府命令。23. 俄罗斯格鲁乌特工策划对波兰、立陶宛和德国发动无人机袭击。据乌克兰观察者报道，
波兰内部安全局和检察官10月2日逮捕了一名俄罗斯格鲁乌军事情报局特工，挫败了一起针对波兰、立陶宛和德国的恐怖袭击阴谋。据波兰选举报援引检方消息，嫌犯计划将玉米罐头伪装成普通食品运输穿越边境，实际内部填充高性能炸药，然后将罐头绑定在无人机上，对3国军事设施、基础设施或墓地发动自杀式袭击。调查人员表示，格鲁乌选择玉米罐头是因其金属外壳不易在边境安检中引起怀疑。这种日常物品武器化手法与冷战时期间谍活动如出一辙，但更具欺骗性。值得注意的是，就在9月9日晚，19至23架俄罗斯无人机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境内发射入侵波兰领空，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波兰空军紧急起飞战机拦截。此次事件被认为是为此次挫败的恐袭进行侦察测试。对比俄罗斯近期对丹麦、英国等北约前沿国家的无人机和网络混合战攻势，针对波兰这一乌克兰最大军援国的恐怖袭击阴谋格外凶险。这种代理人恐怖主义战术若得逞，将对北约东翼国家的安全感和民众信心造成什么样的深层创伤？反恐专家警告，格鲁乌的玉米罐头炸弹阴谋标志着俄罗斯混合战升级至低成本恐怖主义阶段，利用民用物资和商业无人机绕过防空系统。单次袭击成本可能不到1万美元，但造成的心理威慑远超导弹攻击。若北约不能在边境建立针对小型无人机的密集探测网络，类似袭击可能在多国同时发生，引发社会恐慌和政治分裂。24. 人工智能现在可以逼真的模拟人群，引发了人们对虚假信息的担忧。据波士顿 WBBH 电台报道，威尔史密斯演唱会视频近日在网上疯传，但观众发现人群中出现奇怪的手指和扭曲面孔，怀疑遭 AI 操纵。这一事件揭示了生成式 AI 最新突破能够创造逼真的大规模人群场景，而这项技术正被政治运动、商业营销甚至独裁政权武器化。麻省理工学院专家指出，人群场景是 AI 生成的最大技术挑战之一，因为需要同时渲染数百个个体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和相互遮挡关系。但2025年的 Sora、Runway 等工具已接近突破这一瓶颈。更令人担忧的是 ，AI 注水人群的应用场景正在扩大，政客用它夸大集会规模，营造民意支持假象；独裁政权用它伪造民众拥护场面；商业活动用它虚增现场热度。对比2024年美国大选中不到1%的虚假信息涉及 AI，2025年 AI 生成人群已成为最难辨别的深度伪造类型之一，因为观众很难逐个验证数百张面孔的真实性。在欧洲议会预测2025年将有800万个深度伪造视频传播的背景下，这种合成群众技术能否成为操纵公众认知和选举结果的终极武器？数字取证专家指出 ，AI 人群的危险性在于它攻击的是人类从众心理，当人们看到大规模支持场面时，会本能的质疑自己立场，即使那是虚假的。破解之道需要开发实时 AI 检测工具嵌入社交媒体平台，自动标记可疑人群视频，但这又引发新的担忧，谁来监管检测工具本身不被滥用成审查意见的借口？25. 莎拉·穆拉利成为首位领导英国国教的女性。据德国每日新闻报道，英国政府和英格兰教会10月3日宣布，伦敦主教莎拉·穆拉利被任命为第106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成为1400年历史中首位女性精神领袖，将领导全球8500万圣公会信徒。63岁的穆拉利曾任英国首席护理官，2015年才被按立为主教，短短10年内晋升至教会最高职位。这一火箭式晋升打破了传统男性神职人员几十年积累资历的常规路径，他的任命立即遭到非洲和亚洲保守派教会的强烈抵制。尼日利亚、乌干达等国圣公会领袖威胁切断与坎特伯雷的联系，指责此举违背圣经教义。对比英格兰教会1992年才允许女性担任牧师，2014年才批准女性主教。穆拉利的任命标志着这个由亨利八世1534年创立、长期以男性主导的宗教机构完成了性别革命的最后一步。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前任贾斯汀·维尔比2023年因未能妥善处理教会内儿童性侵丑闻而辞职。
穆拉利将面临重建教会公信力、弥合全球圣公会分裂以及应对世俗化社会中教会边缘化的3重挑战。在女性宗教领袖仍极为罕见的全球宗教版图中，一位护士出身的女性大主教能否为陷入衰落的传统教会注入新的活力与包容性？宗教社会学家认为，穆拉利的任命是英格兰教会生存性改革的最后赌注。英国定期参加礼拜的人口已降至 3% 以下，教会若不拥抱多元化，将彻底失去年轻一代。但激进改革也可能导致非洲等保守教区彻底分裂。最终考验的是他能否在捍卫进步价值与维护全球教会合一之间找到平衡。26. 印度首席大法官在毛里求斯演讲中强调法治而非专制。据 Live Law 报道，印度首席大法官 B.R. 加瓦伊10月3日在毛里求斯发表莫里斯劳尔爵士纪念演讲，以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法治为题，明确宣告印度法律体系由法治而非推土机规则主导。这一强硬表态直指印度多个邦政府使用推土机强拆穆斯林和低种姓群体房屋的争议性做法。加瓦伊援引自己今年9月做出的里程碑判决，最高法院宣布未经正当程序的房屋拆除违宪，并要求各邦政府赔偿受害者。他在演讲中强调，法治不是僵化教条，而是跨代对话，是法官与公民、议会与人民、国家与历史之间的持续交流，并警告历史上曾有人以法律之名行不义之事，如奴隶制和殖民法律。对比印度人民党 BJP 执政邦政府频繁使用推土机正义针对少数族裔的强拆行动，首席大法官选择在前英国殖民地毛里求斯公开谴责这一威权做法，其象征意义格外深远。在莫迪政府被指控侵蚀司法独立、宗教民族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印度司法系统最高首长的这一公开表态，能否真正遏制行政权力对法治原则的系统性践踏？宪政学者指出，加瓦伊的演讲本质上是司法机构向行政权力发出的最后警告。推土机规则不仅违反宪法，更摧毁了印度作为民主国家的国际形象。但挑战在于最高法院判决能否在地方层面得到执行。若邦政府继续无视裁决，并以法律与秩序为借口强拆，将暴露印度法治的根本性危机。27. 乌克兰的无人机创新和欧洲的延迟反应。据瑞典每日新闻报道，欧盟领导人10月1日在哥本哈根峰会上终于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无人机墙计划表示广泛支持，但这一决定距离俄罗斯无人机首次入侵波兰和罗马尼亚领空已过去1年多。欧洲的迟缓反应与乌克兰的创新速度形成鲜明对比。2023年乌克兰仅生产80万架无人机，2024年暴增至200万架。2025年目标是500万架，国内无人机制造商从战前的7家激增至500家。从小型创业公司到成熟国防企业的完整生态系统已然成型。乌克兰不仅将无人机技术从一机一操作员升级为 AI 驱动的蜂群战术，还开发了反无人机系统，帮助欧盟各国应对俄方侵扰。对比之下，欧盟直到2025年9月才宣布开发无人机墙计划。而此时波兰已遭受19到23架俄罗斯无人机同时入侵，丹麦机场被迫关闭数次。欧洲国家在战争爆发3年半后才意识到需要建立反无人机网络，这种亡羊补牢式的战略迟钝，是否暴露出欧洲防务体系对新兴威胁的致命认知滞后？军事战略专家认为，欧洲的延迟反应根源于和平红利幻觉，长期依赖美国安全保护伞，导致军事创新能力退化。乌克兰在战火中被迫进行的无人机革命，本应在北约国家提前10年完成，如今欧洲只能向乌克兰购买经验。但真正威胁在于，即使建成无人机墙，若无法像乌克兰那样建立快速迭代的本土制造能力，在未来冲突中仍将处于被动挨打地位。28. 中国向美国提供1万亿美元投资，以缓解贸易限制。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彭博社10月3日援引美国政府消息人士称，中国正在推动特朗普政府取消针对中国投资美国的国家安全限制，作为交换条件提出向美国提供大规模投资一揽子计划，金额或高达1万亿美元。
这一提议试图推翻拜登政府2025年1月生效的对华投资禁令，该禁令限制美国公司和公民投资中国 AI、半导体和量子技术领域。中方要求美国放松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对中资收购美国企业的审查，并希望在台湾问题上获得让步。对比特朗普第一任期发动贸易战，导致中美关系跌至冰点，如今北京试图利用特朗普交易型外交风格，用巨额投资换取10年来逐步收紧的安全限制松绑。值得注意的是，这笔1万亿美元投资暗示今年早些时候就已提出，但特朗普政府2月签署的美国优先投资政策明确要求加强对华投资限制，同时吸引盟友资本。中方提议显然与这一政策方向背道而驰。在美国两党对华强硬已成共识，国会频繁炒作中国威胁的背景下，这场用金钱换安全松绑的豪赌，能否撬动华盛顿根深蒂固的对华战略遏制？地缘经济学家警告，中国的1万亿美元提议本质上是经济绥靖，试探测试特朗普是否愿意为短期经济利益牺牲长期战略安全。但风险在于，即使达成交易，美国国会和情报部门也可能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挠，最终可能重演2020年 TikTok 交易的闹剧。而中方若投入巨资后发现美国无法兑现承诺，将进一步加剧两国互不信任，推动经济脱钩加速。29，联合国专家呼吁制定尊重巴勒斯坦国际法的和平计划。据 Relief Web 报道，约35名联合国人权专家10月3日发表联合声明，警告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严重违反国际法，可能为巴勒斯坦人创造进一步的压迫条件。专家组在声明中列举了15项反对理由，核心批评集中在该计划无视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为追究以色列战争罪责任，以及可能将加沙变为永久性流放地。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特别报告员强调，任何和平方案必须以国际法为基础，而非大国间的政治交易，特别是必须承认巴勒斯坦建国权。国际法院正在审理指控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案件，预计2025年9月作出裁决。对比7月联合国高级别会议通过的纽约宣言，明确支持两国方案和巴勒斯坦建国。特朗普计划试图绕开国际法框架，以经济发展换取巴勒斯坦人放弃政治权利。值得警惕的是，专家们指出，该计划与1940年代欧洲犹太人被驱逐至集中营的历史有惊人相似之处，都是将族群集中安置在有限区域，并剥夺其自由流动权。在加沙190万人流离失所，基础设施几乎全毁的背景下，这份忽视国际法的和平计划是否将把临时人道危机固化为永久性压迫体系？国际法学者指出，特朗普加沙计划的核心缺陷在于将停火与正义割裂，即使加沙停战，若不追究以色列违反日内瓦公约的战争罪责任，不归还被占领土，不保障巴勒斯坦主权，只会创造一个露天监狱式和平，为下一轮冲突埋下更深仇恨种子。历史证明，缺乏正义基础的和平从未持久。30，无人机扰乱欧洲机场，引发混合战争担忧。据荷兰 NOS 报道，10月3日夜间，德国慕尼黑机场因多架身份不明无人机入侵而临时关闭。这是一周内欧洲机场遭遇的第4波无人机袭击。9月23日至25日，丹麦哥本哈根、奥尔堡、比隆德3大机场连续2夜被迫停飞。挪威奥斯陆机场同期也遭干扰。比利时东部克莱恩布罗盖尔空军基地夜间发现多架无人机盘旋。丹麦国防情报局局长托马斯·阿伦基尔明确定性，这是俄罗斯发动的混合战争攻击，旨在恐吓北欧国家并破坏10月1日哥本哈根欧盟峰会。丹麦政府从9月29日至10月3日实施全国民用无人机禁飞令，并考虑历史性的援引北约第4条款，要求盟国就国家安全威胁进行紧急磋商。这将是丹麦75年北约成员国历史中的首次。对比传统军事入侵，无人机混合战成本极低，但心理威慑极强，单架民用无人机售价仅数百欧元，却能迫使机场关闭，造成数百万损失。更关键的是，北约无法对这种灰色地带攻击启动第5条款集体防御。在俄罗斯同期对波兰、英国、丹麦实施多线程无人机威胁的背景下，
这种蜂群式骚扰战术能否最终瓦解欧洲民众对北约安全保护伞的信心？军事分析师警告，欧洲机场无人机危机暴露了西方防空体系的致命盲区。现有雷达和防空系统针对大型飞行器设计，对低空慢速小型无人机几乎束手无策。俄罗斯正利用这一漏洞展示不对称优势，除非欧洲快速部署反无人机电子干扰网络和激光拦截系统，否则机场、核电站、政府建筑等关键设施将持续暴露在廉价威胁之下，最终可能迫使北约重新定义武装攻击概念，以应对混合战。31，美国第二上诉法院裁定特朗普的出生公民权命令违宪。据 CNBC 报道，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10月3日裁定特朗普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违宪，这是继第9巡回法院后第二个上诉法院否决该命令，为特朗普移民强硬政策的核心支柱再添重大挫败。特朗普1月20日就职首日签署的行政令规定，2月19日后在美国出生的婴儿，若父母为非法移民或持临时签证，将不再自动获得美国国籍。该命令直接挑战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150年来的解释传统，所有在合众国出生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公民。第二巡回法院在判决中措辞严厉，称行政令明显违宪，因为出生公民权由宪法明确规定，总统无权通过行政命令修改宪法条款。特朗普政府辩称19世纪的理解错误，并产生了破坏性后果，已向最高法院紧急上诉，要求加速审理。对比1898年最高法院在美国诉黄金德案中确立出生公民权适用于所有在美出生者除外交官子女，特朗普此举被批评者形容为自内战以来对宪法最激进的重新解读。值得注意的是，若该命令生效，每年将有约35万在美出生婴儿被剥夺国籍，成为无国籍人。这将对美国立国原则人人生而平等构成什么样的根本性颠覆？宪法学者指出，出生公民权之争的深层意义在于测试最高法院保守派多数是否愿意突破司法克制原则，推翻一个多世纪的宪法判例来配合总统议程。若最高法院支持特朗普，将开启行政权修宪的危险先例。未来总统可能通过行政令挑战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任何宪法权利，彻底改变美国三权分立的权力平衡。32 Greystar 与25名房东就租金算法诉讼达成和解，和解金额达 1.41 亿美元。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最大房东 Greystar 及其他25家物业管理公司10月3日同意支付超41亿美元，和解一起指控其使用算法定价系统推高租金的集体诉讼。这起诉讼揭露了一个惊人的行业秘密，房东们通过 RealPage 公司的 AI 算法共享机密租金数据并接受定价建议，实际上形成了数字化的价格操纵联盟。Greystar 管理着全美95万套公寓，将独自支付5000万美元，并承诺不再向 RealPage 提供非公开信息用于其租金算法。根据田纳西州联邦法院提交的和解协议，这些公司必须停止使用竞争对手数据来制定租金价格。这一做法被司法部指控违反反垄断法。对比传统房东根据市场供需独立定价， RealPage 算法通过汇总数百家房东的实时数据，包括空置率、租约到期日、租户支付意愿等，生成建议租金，实质上将分散的市场竞争转化为算法协调的集体涨价。值得注意的是，司法部8月已与 Greystar 达成单独和解，要求其停用算法。如今这笔 1.41 亿赔偿将分配给数百万因此多付租金的租户。在美国租金2020至2024年暴涨 30%， 算法定价覆盖全美1600万套公寓的背景下，这场数字化价格操纵能否成为遏制科技助力垄断的法律转折点？反垄断法专家指出，租金算法案的里程碑意义在于首次将 AI 协同定价纳入价格操纵范畴，即使公司间没有烟雾缭绕的密室协商，只要通过算法共享敏感数据并接受统一定价建议，就构成非法卡特尔行为。这一判例将迫使 Uber、Airbnb 等平台经济巨头重新审视其动态定价算法的法律风险，未来可能引发全行业监管风暴。